嗨，大家好，我是洪兴富。哦，这是让大家羡慕的东西，蚵仔米线。因为呢，每一次出国大家最怀念台湾的味道就是蚵仔米线，因为台湾产蚵仔嘛。那里面呢的这个面线都要经过风干的。这种面线，你在世界各国也找不到这样的面线吃。上面的一些佐料很道地，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做法。所以蚵仔米线是台湾的全民小吃啊，我也是从小爱吃。一吃下去就停不下来了。我做了台湾生态的富裕，我用纸雕来做，因为每做一只动物呢，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例如说，我手上这一只台湾深山锹形虫，在做它的时候呢，当然是资料收集之外，野外观察，看它的栖息地，了解它的生态习性，能够让大家看得到的作品，我通常至少修20-30次以上。作品其实没有所谓的完美的时候，只有更好的时候。我在台湾做创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要观察一个生物的时候，我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它的栖地，然后用很方便的状况下面去做观察，然后做创作，这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是台湾地小人稠，很多专家，尤其是大家的整个生态意识抬头的时候，很多专家他们是用尽了一辈子在保护一个物种或去研究一个物种。我们也可以在这边用很短时间内跟他们取得联系。那创作出来之后，请他们协助帮忙做鉴定，然后把一些物种的特征做成创作的必要元素。观察当时有那种冲动跟感动，可是沉淀之后是我为何而做，我该怎么做。作品有分成两类，一种是我因为很爱它，我想要记录它，我把它做起来。那这种难度非常高，通常只有自己能做了它，或者少数人可以做得了它。另外一种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生态，我觉得爱与分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为了要分享的过程中，我们就做一件事情是量化生产。那量化生产就是要把非常复杂的表现技巧简化到一般人都能上手。那其实做生态的一些作品量化生产的过程中，其实是为了教育，让更多人理解这个生物的美。每一个人对于生态之间都可能有不同的诠释，可是对我来讲，生态它基本上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另外一种投射跟缩影。例如说，有一回我做了一只蜜蜂，那做蜜蜂为什么做蜜蜂？因为那段时间刚好遭受流言蜚议，常常就很容易会引起人家误会，以为我们爱出风头。事实上不是，我只是想要做一个快乐自在的自己，就做了蜜蜂的。那做了蜜蜂之后呢，为什么我要做它？蜜蜂的蜂刚好同音山峰的峰，锋芒毕露的锋，所以呢，做完作品之后再发表的时候，我就加上一段短文：逆境我追求，挑战我享受，留言是对我的赞美，只因我是自己的主角。自己是从1992年第一次出国办个展，在比利时，所以当时我后来觉得说，台湾除了人文的美之外，最重要是台湾的生物多样性，一种不可取代的。所以当时我第一件事情其实做的是樱花公舞龟。来像我当初在做樱花公舞龟的时候，想要做一个台湾代表的生物。那为了要做它，其实我花了15个月的时间设计跟修改，把自己做完的作品，我就寄到特生中心去，请他们帮我转给专家鉴定。那专家呢，他们就真的帮我转之后，就有一些回馈，告诉我哪一些东西要做到，哪一些地方要修正。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叫樱花公舞龟。那量化生产其实也没有什么订单，我就只是为了想要让更多人拥有它，因为毕竟保育类你要去接触真实生物，只能用观察。从影片、图片到一些专家的鉴定者之外，我们就用创作方式让任何人都可以透过手做的时候拥有它。有时候我到一个地方也会针对这个地方去做
一些对比式的一些创作和调整，做一些互动。因为这个生物本身各地都有，可是每个地方的生物它都有它的个别差异性。大家会喜欢看自己的东西之外，了解自己的东西之外，也希望看看这个世界有什么不一样。好，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传统与创新，从传统文化里面去找到这新时代的意义，是当时我给自己的功课跟任务。对我来讲，当初会做纸雕灯笼，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常常做，到了元宵节到寒假就开始努力为元宵节提灯笼这件事情而准备，就每天就盼着奶奶把那个克宁奶粉吃光了，奶粉罐我要，然后大家去抢那个奶粉罐，然后开叮咚叮咚叮咚做灯笼。那个过程中是抢奶粉罐也是一种热情。这种文化体验对我们来讲，4、5、6年代的人成长的人是一个算很重要的成长经验。文化体验，可是后来因为有科技的发展，塑胶灯笼的出现，好让我们觉得元宵味没有了。政府为了要推广观光，送塑胶灯笼，我们觉得也很不环保，很不 OK。我那时候才想出说，那我可不可以改造为这件事情而努力？因为我觉得灯笼最重要是要动手 DIY。当你用动手去 DIY 的时候，它就变得有质感、有意义了。教育与互动。那当有这些概念产生的时候，对很多人而言，我们的东西就不再是只有传统那样子，引进了一个新的材料，改变了整个产业，让它可以存活下来。然后之后呢，这些年一直在寻找新的东西，包括过去它是用蜡烛，后来变成是手电筒式的，减少垃圾的那种废电池的产生，所以我就研究出有一滴的灯头，那用的是无汞电池。那可是呢，过去这些东西都是对很多人来讲，他觉得你用电池就是不对。其实用电池没有不对，乱丢电池才不对。其实任何的学习都有重要的3个阶段。第一个是跟，破呢是突破，离是创新。因为当所有人都 copy 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突破，因为我们做原创。所以其实做东西我喜欢穷究其理，可台湾其实我们遇到另外一个阻力也就是大家对于原创的尊重是不够的。所以在台湾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是说人口的基数之外，另外一个是说其实这也是我们自己做文化人要努力突破的是跟世界接轨，做出这世界需要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的眼界只有在台湾，势必把自己越做越小。不同产业有不同的局限，可是要做好准备，才有机会踏上世界的旅途。大家好，我是台湾的纸雕艺术家，我是洪新富。I am different, just like you.